Currently, 25% of our soybeans gr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f you see a soybean field, 1 out of every 4 rows of soybeans goes to China. His leadership team, that we need trade. He's mentioned many times that he loves farmers. Right now, we need to see swift action, or we're going to lose a lot of these farmers that the president loves. 今天外头这个天气不错啊，但是地球另一边老美农民心里啊，估计是乌云密布，拔凉拔凉的。为啥呢？还不是因为大豆那点事啊。这事啊得分两头说，一头是南美的阿根廷，那家伙最近跟开了挂一样，农场主们天天是乐得合不拢嘴啊，数钱数到手抽筋。另一头呢是北美的美利坚，特别是中西部那些农业州，气氛那叫一个凝重，农民们天天看着仓库里堆成山的大豆啊，愁的是头发都快薅秃了呀！这到底是发生了啥？话说呀，就在9月22号，阿根廷政府干了一件大事，他们的总统米莱估计是琢磨着国家经济得搞活，外汇得赚起来，大手一挥啊，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大豆、玉米、牛肉这些农产品出口的预扣税暂停了。哎呦喂，这话是啥意思呢？大白话讲啊，就是清仓大甩卖，跳楼价处理，不收中间税了。这不就是给全球买家发了一个超级大红包吗？咱们中国啊，本来就在跟阿根廷那边谈着10船大豆的单子，这消息一出，啪，桌子一拍，加倍，必须加倍啊！给我订20船，短短2天48个小时，20船大豆的合同就签完了。可能大伙儿对20船没啥概念哦，我跟您换算一下，这差不多是130万吨。这还没完哦，后续的订单啊，跟雪花片一样的飞过去，最后的总采购量，你猜猜是多少？227万吨啊，这是个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如果用那种载重30吨的大卡车来拉，这些大豆能装满7万5千多辆卡车，车队连起来啊，能从北京直接排到广州。这阵仗啊，直接把阿根廷的历史记录给破了，比他们2015年最牛的一个月出口量还要多呀。再来说说美国中西部啊，几乎就在阿根廷人民载歌载舞的同时，美国2024到2025年度的大豆新销量季啊也拉开了帷幕。按往年的惯例，这个时候美国的农民和贸易上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因为他们最大的客户中国通常会在开季的头2周啊就下第一批大单。去年同期咱们就买了差不多80万吨，但是呢，今年奇了怪了，1个礼拜过去了，2个礼拜过去了，美国农业部的办公室里啊，电话安安静静，传真机纹丝不动，邮件箱里空空如也，来自中国的订单啊一个都没有，是真真正正的零采购。你知道吗？这是从1999年以来26年里头一回。你想想，一个跟你合作了26年的老客户，每年都来你这儿进货，风雨无阻。今年呢，突然人没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感觉何止是扎心啊，简直就是一记晴天霹雳啊！这下特朗普可坐不住了啊，他正指望着这些新收的大豆能卖个好价钱，让中西部的农民兄弟们高兴高兴，好给他投票呢。结果开一局就是王炸呀，人家根本不跟你玩了。一边呢是阿根廷的订单接到手软，一边是美国的仓库堆积如山，这鲜明的对比啊，让美国农民的心哇凉哇凉的。这中国订单一跑，连锁反应马上就来了。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就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美国农民，很多老农啊，种了一辈子的地，就没见过这么惨的年景。你想啊，春天花大价钱买了种子化肥，辛辛苦苦伺候了大半年，好不容易盼着秋天大丰收，结果呢，豆子是收下来了，卖不出去啊，堆在仓库里占地方不说，每年都在发霉贬值。别说价钱了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那光说可能大伙感受不深，我们来看一段视频。If you talk to America's farmers, they'll tell you these are tough times. A combination of high operating costs, low commodity prices, and lost markets has had devastating repercussions o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the communities built around it. CBS's Lana Zak is in Davenport, Iowa tonight with new details on the growing crisis. Farmers say this has been a perfect storm. They were already battling higher growing costs and crop disease, and now China, which had previously purchased half of all U.S. exports, has pulled out.
U.S. soybean farmers are starting their harvest, but they face steep losses that could fuel farm bankruptcies and foreclosures nationwide. This is awful discouraging. You know, we do our very best to grow a good crop to feed the world, and then we can't hardly give it away. Many growers say they feel betrayed. Last wee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gave Argentina a financial lifeline, a $20 billion loan. But Argentina then cut the price of its own soy exports to China, undercutting U.S. farmers. If we don't do something, we're not going to have no more family farms. In Arkansas this month, hundreds of farmers packed into a church to plead for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I'm in the worst shape right now that I've ever been in. With prices for crops crashing, farm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tay viable, even selling off equipment. 而且这事儿啊，它不是一个农场破产那么简单，它是会传染的呀。你想想啊，大豆卖不出去，谁会受影响？首先，卡车司机啊，以前呀，丰收季的时候，专门拉大豆的司机一天能跑个2-3趟，忙的是脚不沾地。现在呢，美国中西部大豆的运输量啊，直接暴跌了32%，很多司机一个礼拜才能接到1趟活，没活干就没钱赚啊，不少人干脆就停工回家了。然后呢，港口工人，以前芝加哥的港口那是何等的繁忙景象啊，装满大豆的货轮排着长队等着出海。现在呢，一半的起重机都闲置在那儿晒太阳，码头上冷冷清清。这整个一条产业链上的人啊，从农民到司机再到码头工人，全都没饭吃了。最让特朗普头疼的是，这帮人呢，恰恰是他最铁杆的票仓。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这些地方大豆产量占了全美国的1半以上。2016年，特朗普就是靠着这些铁锈地带的农民兄弟的一票一票，才惊险的当上了总统。现在可好，你让你的铁杆粉丝们呀，饭都吃不上了，人家还会支持你吗？可以说，这场26年来最严重的大豆危机啊，正在一点一点的挖空特朗普的政治根基。那问题来了，咱们中国为啥突然就变脸不买美豆，改去扫货阿根廷了呢？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准备啊？这背后可大有文章，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啊，而是一场基于双方需求的双向奔赴。还记得阿根廷宣布暂停出口税是哪天吗？9月22号。巧了，就在同一天啊，美国财政部长还假惺惺的抛出一个计划，说要帮助阿根廷稳定金融市场，这就有意思了啊。当时阿根廷总统米莱的日子不太好过，地方选举失利，股市暴跌，货币贬值。美国一看机会来了呀，跑过去说：“兄弟，别怕，我来帮你，我可以跟你货币互换，我来买你的比索，帮你稳住汇率。”听着是不是挺感动的呀？美国大哥真的是雪中送炭呀！但是你猜怎么着？这帮助它是有条件的。根据后来披露的消息啊，美国人提的要求是，你阿根廷啊得优先把你的大豆低价卖给我们美国。看明白这招了吗？美国想干嘛呀？他想先把阿根廷的大豆啊低价收过来，垄断在自己手里，然后呢，他就可以捏着这些大豆啊，回过头来逼咱们中国。你看啊，现在呢只有我有豆子了，你想买啊就得听我的，就得恢复采购我们美国的大豆。这算盘打的，隔着太平洋都听见响声了。但是阿根廷也不是傻子呀，被美国坑了那么多年，心里面门儿清啊。你这哪是帮忙啊？你这是趁火打劫，想拿我当枪使呀！所以呢，阿根廷反手就给咱们中国合作了。咱们中国的合作方式啊，那可敞亮多了呀。咱们的中粮集团早就在南美布局了，直接打通了从田间地头到中国餐桌的全套路。这次采购更是采用了直接下订单加长期签协议的模式。啥意思呢？就是咱们直接跟阿根廷的农民和出口商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样一来啊，阿根廷农民啊能拿到更高的收购价，心里面美滋滋啊。咱们中国呢也拿到了稳定便宜的货源，一举两得。这种你好我也好的共赢合作啊，既给阿根廷经济实实在在的输了血，也一拳打碎了美国想垄断市场的白日梦，高下立判。说到底啊，咱们这次敢对美豆零采购，底气是从哪儿来的？这底气啊，不是1天2天就有的，而是来自于我们国家高瞻远瞩的供应链大布局。咱们早就看明白了，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不能放在美国这个不怎么靠谱的篮子里。咱们来看一组数据，一目了然。
然，今年1到8月咱们中国进口的大豆，从巴西来的占了73%，从阿根廷来的占了18%，而从美国来的呢，只占了可怜的9%。想当年在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前，美国大豆可是占了咱们进口份额的1/3，33%呀。短短几年，从33%跌到9%，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对美国大豆的依赖。此消彼长，咱们不买了，美国的豆子就只能堆在仓库里。美国农业部自己都发愁说今年的大豆库存已经快要到仓库的极限了，新豆子还在源源不断的收上来，旧豆子还没卖出去，这可咋办啊？要知道咱们中国每年要进口差不多1亿吨大豆，占了全世界大豆贸易量的60%，这么大一个市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替代。美国丢了中国市场，就等于一个超级卖场失去了它最大的 VIP 客户，这损失谁都扛不住啊！而且呢，咱们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了，除了巴西啦、阿根廷啦，咱们还跟乌克兰、加拿大这些国家都签了长期采购协议。光是上半年从乌克兰进口的大豆就增长了45%，所以说咱们买谁家的大豆，不买谁家的大豆完全是根据市场规律和我们自身的粮食安全来决定的。那这种多元化的布局，让我们在国际贸易的博弈中牢牢的掌握了主动权。美国想拿大豆来卡我们脖子，不好意思这招早就不好使了。好了，现在这个皮球又踢回到了特朗普这边。面对国内农民的怒火，特朗普也着急他之前倒是承诺过要给农民发600亿美元的补贴，听着是挺多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呢，落实下来的不到30%。那就算是全发了有农民自己算过一笔账，说这点补贴最多也就弥补10%的损失。除了咱们主动调整供应链，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贵呀。特朗普不是一直坚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吗？咱们当然也要反制，一来二去的，美国大豆的成本就上去了。现在呢，同样的一船大豆运到中国港口，美国豆比阿根廷豆要贵上15%。咱们的采购商又不傻，有便宜又好的，谁会去买那个又贵态度又不好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就卡在这儿了，进退两难。一方面呢，他得在选民面前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姿态，这样才能保住他那些保守派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呢，他要是再这么硬下去呢，中西部农民的选票可就真的要飞了，这可是他的命根子呀。大豆危机正在成为压垮特朗普连任之路的一块巨石。更要命的是压力呢不光来自于民间，美国国会的农业委员会已经有人坐不住了呀，开始起草法案，要求政府立即恢复和中国的大豆贸易。外部市场没了，内部票仓动摇，国会里还有人逼宫。你说特朗普这副强硬牌还打得下去吗？美国如果还抱着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霸权思维不放，无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重要性，那最终受伤的只能是他自己现在那227万吨的大豆正满载着阿根廷人民的希望，乘风破浪驶向中国的港口，而美国中西部的仓库里无数的豆子还在静静的等待一个未知的命运。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